最近呢，以严科为名的中保研，它又公布了一批测试车型的碰撞结果。从结果来看呢，其实这批车的安全性都是非常好的，大部分车型呢都得到了 G 的评判，也就是说比较好车内成员的安全性呢非常高。但是呢，其中有一项指标参差不齐，而且大部分呢都得了比较差的这个评价那就是耐撞性和维修经济性这一项。那究竟什么是耐撞性和维修经济性它是怎么评判的为什么呢？大部分车都得了一个比较差的这么一个评价。那另外呢包括美国的 IIHS 包括欧洲的 NCAP， 它这个碰撞机构呢都没有设置耐撞性跟这个碰撞维修经济性。那这个指标呢到底合不合理？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它购车有没有参考价值？那这期呢我们就说一些这些问题。那我们就以这部车为例来讲一下中保研它的耐撞性跟维修经济性如何才能得到一个高分。它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耐撞性就耐撞性呢就指的是一部车呢它以1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撞到一个刚性壁上就说呢这个壁呢不会变形，然后呢其实这个壁呢它是这一半呢它是凸出来的，这一半呢缩进去，所以呢如果一辆车以1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撞到这个刚性壁上，它基本的结果就是这个前盖呢肯定要变形，然后呢这边的大灯肯定是废掉了，然后呢包括保险杠，然后后面的防撞梁都会受伤。这边的灯会不会受伤，这个不一定那它最高分呢就是满分是6分它的评价标准呢就是你损坏的零件越少，那它的分值呢就越高。第二部分它的维修经济性，就是指的是所有这些损坏的这些零部件它的维修的价格除以它整车的裸车价，然后呢再乘以100得到了一个数值。如果这个数值呢小于3，那它就可以得到满分24分。那如果这个数值呢它大于14.5，那它的就是最低分0分。那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如果你这个车呢它是100万的车这些撞损的东西重新修复，总体价格如果小于3万的话，那它可以得到满分24分。那100万的车，我们想一下，有这个奔驰的 S 有宝马的7系或者奥迪的 Q7， 而且都是高配，它这么撞了一下之后维修费用呢必须在3万之内，这样的话呢它才能得到满分24分。那大家想一下，这可不可能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个级别的车光一个头灯的话都不止3万块所以呢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车在维修经济性这方面它得到的都是一个 P， 也就是比较差的这么一个评价而且呢我们从具体的数据来看基本上得分都是0，也就是说100万的这些车价的话，它的维修费用基本上都是大于14.5万的一点。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耐撞性跟维修经济性它是什么，然后怎么评价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具体车型它的表现。选几个常见的车型吧。第一呢就是亚洲龙。亚洲龙呢它在这一项的评价里面呢得了 P， 也就是最差的这个评价主要呢就是它的正面的碰撞是5分，也就是说呢还是比较耐撞，因为满分是6分嘛。但是呢它的正面的维修经济性呢是0分就说呢这些撞坏的这些零件其实是蛮贵的。如果按它测试车型20.88万这个价格来算，其实它的维修金额要大于30276块。好的一点呢就是亚洲龙正面碰撞的时候它的气囊没有爆开在低速碰撞的时候气囊没有爆开，这是正常的因为呢没有必要额外的增加这个维修负担15公里每小时完全是一个伤害不是很大，对车内人伤害不是很大的一个速度。那亚洲龙在后面的追尾碰撞的测试过程中呢，它的耐撞性是3，也就是说呢不怎么耐撞撞坏的零件呢比较多。维修经济性呢按这个它的车价来计算呢，它是要大于2万也就是说22000到23000之间
其实呢，这个维修金额也是相当贵的啊。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么撞一下，前面撞一下要3万多，后面撞一下2万多，总体呢是5万多啊。相对于它的车价20万多一点点来说，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接下来呢，说一下天籁。天籁呢就跟亚洲龙是差不多的级别，它在这一项的总体评价呢是 M 的评价，也就是说一般，但是比 P 呢要好。在正面的耐撞性，它的得分是5分，跟亚洲龙是一样的。但是呢，因为它的车价呢比亚洲龙要便宜啊，它的维修经济性这一块的指标呢也是0，但是呢，总体的维修费用呢就比亚洲龙要便宜。它的维修费用呢大概在1.9万到2万之间啊，相比亚洲龙的大于3万块啊，相差了将近有1万。那天籁呢，它在后面的追尾测试的耐撞性它的得分是6分6分是满分了，也就是说它的后尾是相当耐撞的损坏的零件呢非常少它的总体的算一下，它的维修费用呢在9000到1万之间这样的费用呢其实比亚洲龙呢还是少很多的。那接着说一下另外一款比较热门的中级车雷凌它的整体评价呢是 M， 也就是一般在这个正面的碰撞耐撞性方面，它的得分是5.5比前面2款车呢要高一些就是耐撞一些维修经济性呢，它的指标是12前面2项指标呢都是前面2部车呢都是0它的得分呢是12，也就是说呢，它的这个修理费用呢比较低。我们算一下呢，它的裸车价呢是11.5万算下来呢，它的维修费用呢是9.8万到1万之间这个相对于车价来说是比较低的一个比例。另外呢，雷凌它在后面的追尾碰撞测试的时候，它的维修经济性呢得到了11分也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成绩。这样算一下，它的维修成本呢在1万到1.1万之间。那雷凌呢，它在前面跟后面它的碰撞的维修费用是高还是低？那我们找一个相近的一个参考车型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下现代的菲斯塔，它的碰撞结果是什么样子的。那菲斯塔呢，它在耐撞性跟维修经济性这个指标里面呢，整体评价是 P， 也就是较差具体呢来说一下，正面呢它的耐撞性得分呢仅是3为什么这么差呢？主要是它的气囊呢爆开了也就是说呢，这4部车里面呢只有它一部是气囊爆开的这么低的车速下碰撞的时候，一旦气囊爆开，那它的维修成本就会花费的高很多这是它的一个不利的一个方面。所以呢，这么算下来，菲斯塔它前面一撞呢就花费了超过18000块的这个费用是相对于车价来说是非常高的。那菲斯塔它在追尾碰撞的这个耐撞性呢是4.5分比前面稍微好一点，但是呢它的维修经济性呢依然是0这样算下来呢，其实它的后面追尾撞一下，它的维修费呢也是要超过18000块。这个呢对于一辆中级车来说，这个费用是相当高的可能呢就是它在追尾的时候，它的保险杠，然后它的这些后面的这个车架，包括车门的变形的这些幅度呢还是比较大所以呢维修费用相当高。那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中保研它的耐撞性跟维修经济性这项指标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呢，这项指标它跟车身本身的安全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它的峰值高低跟车内成员的安全性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它的意义呢，我觉得主要在2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指导车主呢，他在后期用车的时候呢，可能用车成本比较低。那另外呢，就是中保研呢，它是对保险公司负责的。那这些数据出来以后呢，其实对它后期的这个保险费用的高低定价，还有这些数据库的这个丰富有一些指导意义。所以呢，作用呢主要是在这2个方面。那我们看美国的 IIHS 包括欧洲的 NCAP， 其实他们都没有耐撞性跟维修经济性这项指标的。其实美国的 IIHS 它也是
对保险公司负责的，但为什么没有这个耐撞性跟维修经济性指标的这么一项评判啊？那主要呢就是他们国家其实对交通事故出事以后，在人员方面的这个赔偿费用远远大于车的这个维修费用啊，所以呢他们更看重的是人员的这个安全，而不是车的这个维修上的费用啊，所以呢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不设这一项。